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断层顶流，肖战出道7年掀起的数据风暴。2025年1月20日，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由肖战担纲主演的武侠题材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其预售票房成功突破1亿元。一举刷新了春节档预售票房最快破亿的纪录。仅仅过了3天，这一票房数字迅猛攀升到3亿元，毫无悬念地成为春节档预售票房的冠军。不过，在取得如此亮眼成绩的背后，不只是金庸经典 IP 的魅力以及徐克导演的强大号召力在发挥作用，更充分体现出主演肖战身为断层顶流所具备的惊人影响力。自出道至今的7年时间里，他始终稳居娱乐圈的顶端位置，在各项数据、热门话题以及商业价值等方面，持续远超同期的其他艺人。从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一步步成长为顶级流量明星，从饱受争议到书写传奇，肖战这般超高的当红热度究竟是怎样造就的呢？数据狂潮，顶流指数7年涨红的硬核证据。1. 粉丝经济所构建的数据堡垒。肖战的粉丝群体小飞侠凭借数据战斗力而声名远扬。在2024年新浪画室的艺人排名里，肖战凭借极大的优势位居榜首，品牌星指数、超话积分等方面长期占据榜单前列。他主演的《射雕》预售启动后，粉丝们主动组织锁场包场活动，仅仅48小时就贡献了超过60%的预售票房。这样的数据护城河不但为其商业价值提供了有力支撑，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肖战代言的品牌通常在官宣之后，销量会激增300%以上，甚至引发了针对肖战效应的经济学研究。2. 流量与作品之间形成的正向循环。肖战在2019年凭借《陈情令》迎来爆火，这部剧在豆瓣收获了8.2的评分，播放量突破100亿，助力他跻身顶流行列。之后，诸如《斗罗大陆》《余生请多指教》等剧集进一步稳固了他的人气。2025年《射雕》预售取得3亿的成绩，这不仅是粉丝经济取得的成功，更是武侠情怀加流量明星这一模式的检验标准。3. 海外影响力实现破圈拓展。肖战是为数不多在海外市场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艺人。他在 Instagram 上的粉丝数量超过1000万， Twitter 上相关话题的累计阅读量突破100亿，就连《纽约时报》都称其为亚洲文化输出的新标志。原因剖析：顶流何以长红不衰？1. 粉丝生态中忠诚度的打造。肖战粉丝群体具备高粘性的原因在于情感共谋。在2020年那场舆论风暴里，粉丝秉持不脱粉、不辩解、以行动支持的准则，借助公益捐款、数据维护等行为反向增强集体认同感。这般患难与共的历程，让粉丝从单纯的追星族升华成为守护者，铸就了坚不可摧的忠诚度。2. 对个人特质展开多维度赋能。自律且敬业，肖战有着拼命三郎的名号。为了能更好地契合角色，他曾经成功减重24斤，每天坚持健身2小时。在拍摄电影时，就连高难度的武打镜头都拒绝使用替身亲自完成。多元才能，他本是设计专业科班出身，却参与了多部影视剧的服装设计工作。在话剧《如梦之梦》长达3年的巡回演出中，其台词功底得到充分锤炼，变得扎实深厚。人设的真实程度，从在 Vlog 里于街头悠然漫步的平常画面，到在微博上分享的手绘之作，肖战凭借去偶像化的亲民形象，
缩短了与大众之间的距离。3. 对行业资源进行精准的分配布局。肖战团队很懂得把握流量和口碑之间的平衡，挑选像《射雕》这种深受大众喜爱的国民级 IP， 一方面能够借助金庸作品所承载的情怀吸引普通观众，另一方面凭借《侠之大者》这种有深度的主题来提高作品的格调。除此之外，和徐克、梁家辉等经验丰富的影视人展开合作，进一步稳固了其实力派的标签。争议与挑战《射雕》票房背后的行业博弈，即便预售金额突破3亿，《射雕》的排片占比仅为 16%， 低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等竞品。这种反差反映出流量明星所具有的双刃剑效应，粉丝经济与路人市场的博弈。较高的预售成绩能体现粉丝的购买能力，然而影院为吸引普通观众，更偏向于排映合家欢类型的影片，选角引发争议。有部分观众觉得肖战那英俊的外貌和传统郭靖朴实忠厚的形象存在差异，而庄达菲所饰演的黄蓉也由于缺少灵动之感，从而引发了诸多讨论。不过，徐克针对郭靖内敛沉着特质做出的改编，以及影片围绕家国情怀展开的叙事方式，说不定能凭借口碑实现逆袭。就像影评人所讲的那样，武侠片的未来并非在于复刻经典，而是要用全新视角去唤醒旧日灵魂。顶流的终极定义：自律、实力与时代共振。肖战历经7年登顶顶流之位，恰似一场逆袭篇章的精彩呈现，从素人身份开启征程，历经3年实现人气爆发，在争议中不断磨砺，始终保持长盛不衰。他有力地表明，流量绝非转瞬即逝的泡影，而是数据、作品、人格三者形成的强大合力。就像《射雕》里郭靖所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肖战所践行的侠者之路，或许就在于以顶级流量的身份，主动肩负起推动行业变革的重任，凭借自身实力冲破外界偏见，依靠亮眼数据重塑行业规则，用满腔热爱诠释永恒的意义。在数据浪潮与争议漩涡中，肖战耗时7年给出答案，真正的顶流，绝非偶然划过天际的流星，而是凭借自律、实力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必然成果。